我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谈谈产后忧郁。什么是产后忧郁症呢？啊，要诊断任何的心理疾病哈，那专业人士最常用的一本书就是《精神疾病诊断准则手册》哈。那根据这本书，产后忧郁症呢是重郁症的一种。但是呢，发病的期间是在分娩前后啊，所以呢，其实忧郁症在产前啊，怀孕的时候呢，就可能发生啊。有些呢是在产后4个礼拜开始发病啊。不过今天的讲座呢是注重在产后忧郁症。那怎么样可以诊断成重郁症呢？至少有3个条件哈。第一个，时间要够长啊，就是呢持续2周以上啊。第二个是症状要够多，要有5个症状以上。第三呢是病情要够严重，严重到呢影响社交、职业或生活的功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症状呢？在情绪方面，心情忧郁、失去兴趣、疲倦、自卑。啊，所以要注意一下，其实忧郁症的最大的特征是自卑。自我的价值感很低啊，常常觉得自己不好啊，好像我不是一个好妈妈。行为上，吃的太多太少，睡的太多太少啊。那动作呢是迟缓或激动。那思想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是不是专注力会降低？甚至呢会有自杀的念头。产后忧郁症呢，其实除了忧郁的症状，可能呢还会有焦虑的症状啊，就是无缘无故会担心害怕，还有的可能呢会有精神病的状态啊，就是会有妄想啊，就是以为呢宝宝呢是受咒诅的啊，或者呢是幻觉啊，听到声音叫我们去伤害宝宝。那其实呢，你们可以做自我的评估啊。那这个呢是最常用的一个评估表，爱丁堡产后忧郁量表。这个呢，你可以在台湾的卫生服务部的网站上找到，所以我会鼓励你们呢，做自我的评估。产后忧郁症呢，其实非常普遍啊，在美国呢有13%，也就是说呢，在8个妈妈里头呢，会有1个有产后忧郁症。所以呢，得了产后忧郁症，你要知道你并不孤单哈。那呢，也不要不好意思哈，要勇敢的寻求帮助。为什么会有产后忧郁症呢？其实呢，这个病因呢，并不是完全了解，可能有多重因素啊，可能呢是生殖荷尔蒙快速的下降，再加上照顾婴儿时的压力、睡眠不足，然后再加上有些人呢先天的体质比较敏感，那这样子呢就会引发产后忧郁症。那很多的研究也发现，有一些妈妈呢，她们得产后忧郁症的风险会比较高。那风险因素呢，也是有多重的。在心理方面，如果呢你以前有忧郁症或焦虑症的话，你会比较容易有产后忧郁症。
或者呢，对 baby 呢有负面的态度，譬如说呢，你并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或者在家族里头，你有人有过忧郁症或焦虑症，或者在怀孕或分娩的期间呢，很辛苦。我们在这里呢，可能呢，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会比较少啊。但其实最重要的支持是来自老公哈。所以呢，如果呢你跟老公的关系不好，甚至呢有家庭暴力的话，那这样子呢，你的产后忧郁症的风险会比较高。我们照顾 baby，常常睡眠不足哈，或者是饮食不良，更不要说运动了哈。那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得产后忧郁症的风险也会比较高。产后忧郁症呢，对全家都有影响啊。对妈妈的话，会影响妈妈的生活品质啊，譬如说会影响睡眠。如果不治疗的话，可能会变成慢性的忧郁症。产后忧郁症呢，也会影响和老公的亲密关系啊，那所以也会影响爸爸的心理健康。那尤其是对孩子哈，产后忧郁症呢，就会影响妈妈跟宝宝的连结bonding 和互动，以至于严重的影响孩子的情绪、认知和行为发展。好，所以妈妈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。好，这个视频呢是有一个心理学家，他做了一个实验。他这个实验呢是让我们了解妈妈的情绪对孩子的影响。好，那在这个短片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妈妈哈，那她呢，就坐下来跟那个宝宝玩耍啊。那刚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你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常的互动哈，就是呢，虽然这个宝宝不会说话哈，但是他跟妈妈呢非常有默契啊。那妈妈跟宝宝微笑打招呼，那宝宝呢也跟妈妈打招呼。那宝宝呢指着一个什么地方哈，妈妈呢就朝他指的地方看哈。所以呢，你看他们一来一往哈，他们呢互相沟通这个他们的意思哈，然后情感是连结的哈，所以呢，宝宝非常开心。那然后呢，这个心理学家呢就叫妈妈不要有任何的反应，面无表情啊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宝宝会有什么反应？